高鞭腿，高鞭上头，哇，非常的清晰。连续紧紧的顶膝，继续。哎呦，解释。注意看，张伟丽连闯2起擂台惨案，接连 KO 了来昆仑决踢馆的德国姐妹花。妹妹在比赛中被高鞭腿上头，躺在地上倒头就睡，现场医务人员连忙插上氧气抢救，姐姐则被按住脑袋顶膝爆肝，睡眠质量同样无可挑剔。为何他们来的时候人高马大，走的时候却浓缩成了精华呢？这对德国姐妹花来历可不简单，姐姐叫埃米丽卡扎克，妹妹叫莉莉亚卡扎克，而真正惹怒张伟丽的罪魁祸首就是嚣张跋扈的妹妹莉莉亚卡扎克。其曾在和新疆姑娘迪丽穆拉提的比赛中痛下杀手，恶意击打面部导致严重毁容。咱就说技不如人就算了，可明明姑娘已经彻底断送了职业生涯，此人却执意要在赛后嘲讽张伟丽。中国难道没一个能打的吗？听说你们的张伟丽很厉害，如果他来挑战我，那么我可以让他一手一脚，即使如此，我相信第1回合绝对会把他打毁容。没想到这些德国佬如此嚣张跋扈，趾高气扬就要把张伟丽给打毁容。而伟丽作为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自然不会对这些嚣张言论置之不理，当即接受了这场挑战，但却没做任何言语上的回应，只因他明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道理，只有真正的实力才能征服这些口无遮拦的老外。接下来登场的就是莉莉亚卡扎克，她心中的算盘打得啪啪作响，之所以赛前嘲讽恶意激怒张伟丽，还不是想通过打败张伟丽来一战成名，然后在中国打比赛捞金。殊不知华夏大地卧虎藏龙，莉莉亚难道还沉浸在当洋大人的优越感当中吗？不过我看她也嘚瑟不久了。只因伟丽一笑生死难料，比赛正式开始。比赛一开始，双方连续换拳，莉莉亚的身高臂长更占优势，摆明了要和伟丽在战力比拼中占据先发优势。而伟丽也很快针对战术进行了调整，用腿法和对手拉开距离，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伟丽抓到机会小腿平勾，双方进入地面搏斗当中。莉莉亚高举双腿尽量防守，但破绽实在太大，很快就被伟丽抓到机会获得了7成把握。我做的很熟悉，对，转换的也很快。对，又是一个封闭式防守张伟丽现在在上一回合的时候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局面，结果张伟丽呢一条腿呢是很强力的插进去。我很少见到那个动作啊。对，见缝插针很强。这就是一旦有空的时候，还得说明这个选手的力量素质。张伟丽想要获得过腿7成的把位，无奈双腿锁腰实在紧固，索性转变思路起身砸击。而且呢，这时候他拿了张伟丽的2只手臂，让张伟丽没法发力。你看，肘击，肘击，好。就是海哥，我再问一下，就是处于这种位置的时候，张伟丽强大的核心力量登峰造极，肘刃狠狠砸在莉莉亚的脸上，导致额头已经出现红肿，而他双腿锁单臂的计划恐怕也落了空。伟丽霸王举顶将其狠狠摔在地上。是哎呀，这力量太足了，把一个已经做成一半的这个锁技已经给砸开了。对，这个对付这个封闭式防守在 MMA 眼看莉莉亚不断挣扎，伟丽不停侧转身为十字压制。第1回合莉莉亚体力较为充沛，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抹血积攒伤害，战术执行很漂亮。整个的高举起，然后摔在地上，把对方砸倒。对，直接砸晕对手。其实，在下位的时候，这种封闭式防守可以很方便的配合虾行对，配合。小编在此想聊一下国际拳坛的乌烟瘴气，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流量为王，比赛中的恶意伤害和嘲讽，不过都是他们谋财的手段，完全不会顾忌会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而伟丽则在赢得和乔安娜金腰带大战后表示，每个拳手都要有武有德，要给小朋友做好榜样。眼看现在受到张伟丽学习搏击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我的心中深感欣慰。比起那些空有皮囊的流量明星，我更认为张伟丽才是值得追捧学习的天王巨星。这个额头上，对，现在呢是这个莉莉亚的双腿大扣是拿住了，控制住张伟丽的一条腿，张伟丽一条腿在里边，好像有机会抽出来，又是伟丽肘击狠狠压在莉莉亚脑袋上，可以说伟丽从始至终都在压着对手打，完全就是泰山压顶的气魄。而这也正是张伟丽的一贯风格，打法犀利果断，从不拖泥带水，观赏性极高。再到一动
这次拿到很好的一个位置。对这个位置的话，我过去看张伟丽的比赛，张伟丽是在这个侧位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强力骑乘。对今天呢又是连续的砸肘，但是这张伟丽的选手不断的调整身位，不断的上位砸击，莉莉娅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不可耐，甚至尝试双腿控制伟丽头部，可核心力量却不如伟丽的1/10。没有搭上。莉莉娅的转换已经也很快了。这个下位这个选手转换非常快。在力量上肯定是比张伟丽稍微可能要差一些，因为一直他在做这种转换的锁技的时候，张伟丽总是在第一时间能给他破坏掉。裁判分开了2人重回站立，这波操作我也没看懂，可能是昆仑决赛事方害怕伟丽真的把莉莉娅打出3长2短，他们认为远来的都是客，可殊不知他们却当自己是主人一样吆五喝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如果说继续刚才的地面搏斗的话，莉莉娅最多落得毁容的下场，可重回站立后却让她因此断送了职业生涯。也有几下确实砸到张伟丽的头上。这两个人的体力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地面搏斗啊，体力在这时候看得出来已经确实削弱了很多。对，其实看过很多女子比赛。高边腿，高边上头，非常的清晰。KO 对手。伟丽一脚爆头 KO 了赛前嚣张的莉莉娅，就连现场的裁判都不由得感慨，年轻人就是好倒头就睡，眼看额头动脉破裂情况岌岌可危，现场的医务人员也是连忙插上氧气抢救。要我说，不如放任这些嚣张的老外自生自灭，临走前把他们装进盒子带走就好了。咱就说擂台上拳脚无眼，出现任何意外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莉莉娅的姐姐艾米丽却不这么认为，不死心要点名挑战张伟丽为妹妹报仇，还真是打了小的老的出来了。虽说伟丽原本有自己的比赛规划，但看在德国姐妹情谊深厚，她当即接受了这次的挑战，并在媒体前轻松表态。我希望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终结。这对德国姐妹轮番挑战张伟丽，对伟丽来说自然是极大的不公平。但其实这些外国选手有个共同点，那就是浓厚的畏强心态，他们会尊敬甚至崇拜那些征服过自己的对手，这点和日本人的心态极为相似。所以张伟丽这次就没打算放过艾米丽，而是要一战成神，成为他们德国人心目当中的神。黑色衣服红色全套的是张伟丽，红色上衣黑色全套的就是德国姐妹花中的姐姐艾米丽。其实她这次挑战伟丽是勇气可嘉的，因为单纯实力对比来说，妹妹的综合技巧甚至要在姐姐之上。显然艾米丽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她们姊妹情深的情谊是值得尊重的。可擂台就是战场，拳脚就是武器。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伟丽是怎样再次创造拳坛名场面的吧。因为他本身他自己的技术体系就很完整啊。从年龄上来看呢，张力也是比对手要年轻5岁，是，这个战绩也比对手要好。对，所有的资料对比，张伟丽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全面占优的。哇，漂亮啊！全腿组合啊！哇，非常清楚啊！艾米丽从始至终都在消极进攻，双臂报价很高，毫无斗志。其实伟丽的打法并非无懈可击，伟丽报价较低且中间会露出破绽，如果用高扫或者直拳进攻，伟丽胜算更大。可艾米丽却根本无法近身，显然是怕极了伟丽的重拳。可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畏畏缩缩的打法反倒让自己越陷越深。没有统计进来，对，有可能他过去有过这种业余的这种对参赛经历。因为国外的这种这个俱乐部啊和这个比赛方中间的这种关系，并不是跟中国一样，所有的比赛都会被计数。或者说呢，可能他以前参加的是别的这种比赛，别的赛事比赛，所以他这个4胜1负只是他在这个 MMA 规则下的这样一个比赛。伟丽控制住对手的脖子，随后将其逼在拦网边进行厮杀。殊不知，这将是艾米丽最后一次睁眼看到擂台的机会。后手拳，刚刚有一拳有命中啊！顶膝，连续的弧形的顶膝，继续，哎呦，结束了，差点又是一个回合，好吧，太快变换。哎呀，这是什么造型啊？请别致啊，非常6+7呀！顶膝，连续的顶膝爆肝，直接疼得艾米丽倒地不起。伟丽用自己出色的实力教训了嚣张的德国姐妹，一个被高边腿爆头，一个被顶膝爆肝，所以恩怨到此也画上了句号。老铁们认为张伟丽打得过瘾了，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更精彩。感谢我们2位颁奖嘉宾，恭喜获胜的张伟丽。不愧是我们的世界冠军。